在现代海军的各种作战舰艇中，潜艇是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它隐蔽性好，作战半径大，突击威力大，独立作战能力强。在海战中，潜艇不但是运输舰船的可信，而且也是大中型战斗舰艇，特别是航空母舰的杀手。2022年7月上旬，台湾放出消息，台制造潜艇原型舰装备筹获阶段已进入稳定期，预计2023年9月下水，最快可望提前到2023年6月。潜艇的概念最先由15世纪的意大利人利昂多·达芬奇提出，当时人们并不接受这种武器，认为这是一种有失绅士风度的武器，甚至只要发现有人使用，就会被当成海盗处置。美国在独立战争中首次使用潜艇，效果显著。一战后，各国意识到潜艇的重要性，开始大力发展广泛使用。二战中，潜艇再次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首先，想要制造核潜艇，首先这个国家必须是核强国才有希望，因为核潜艇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核反应堆小型化。想要有核反应堆，那么必须是要有核国家，而有核国家想要实现核反应堆的小型化，那么必须拥有非常高的技术才能够实现，一般的国家是根本没有这个技术的。综合近期台湾的信息，台制造潜艇确实取得了一定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潜艇原型舰的6大压力壳船段已建造完成，且抗爆耐压测试过关；二是需要对外采购的系统装备以及运交台湾的日程安排都已经与相关厂商基本谈妥，进入获得稳定期；三是鱼雷管获得外部技术转移后，已在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潜艇装备园区内设厂生产；四是台海军256战队已派出40余位支持舰官兵进驻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海昌厂区，全程参与潜艇制造过程，计划参加模拟测考以取得潜舰合格签证，为接艇做准备。但是台湾潜舰制造一开始就不被外界甚至台军方所看好，因为台湾根本不具备自主制造的技术和人才，只能走海外技转台湾生产的路子。开工典礼之前，在原型舰筹建需向海外采购的81项主装备中，竟有34项未获输出许可。台相关专业人士认为，对外采购的零组件很可能是多方制造，甚至不乏军标、商标混用的产品，风险非常高。然而为了推进这一项目，民进党当局制定了用钱搭桥补缺的思路，整个潜艇制造计划预算高达4000亿新台币，其中第一艘原型舰预算为493亿元新台币，造价几乎为日本新一代潜艇大金号的2倍。台方通过各种管道高价延揽日、韩、英等国的退休潜艇建造专家担任技术顾问，雇佣欧洲 GL 顾问公司提供潜艇制造的经验，还以商业模式向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商洽购进战斗系统整合、数字式声呐等红区装备。潜艇制造一直是台湾地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早在1999年，台湾地区购买荷兰退役的其余级潜艇遭拒后，岛内就出现了潜艇制造的呼声。当时台军也看准时机，推出了扩充潜艇部队的海神方案。最有建造潜艇潜力的台湾中船公司也出台了自建潜艇的潜龙计划。在这之前，中船公司还建立了一个拥有46名成员的研发小组，并投资2000万新台币，通过仿制德国209级潜艇结构，试制出潜艇的中后段和艇尾之间的圆柱和圆锥体耐压壳部分。2018年4月7日，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务院对台签发营销核准证，允许美国公司以商业销售模式为台湾潜艇制造提供相关敏感技术。这等同于给美国军工企业提供了一个与台湾直接谈判的授权书。2020年12月15日，美方通知台方，其潜舰制造项目所需的关键装备数字声呐系统出口许可获批准，相关程序已完备。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对台潜艇技术出口许可的政策。从台方声称原型舰各式装备已进入获得稳定期，以及各项装备交来台的70%都在可控范围内来看，台方与美国相关厂商应该已经完成了签约，并获得了美国政府方面的认可。台湾潜舰制造2019年完成第一阶段设计，采用 X 型尾舵设计，平衡翼配置在帆罩段的两侧，排水约为2500到3000吨。交付8艘新潜艇的目标期程为
2019年5月兴建厂房，2020年11月潜艇开工，2024年首艘原型舰下水，2025年交付成军，但对时间安排并不满意，要求潜艇项目小组与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加快进度，将首艘潜艇的下水时间提前到2023年，并承诺将为第2至第8艘潜艇再次编列特别预算。台湾自造潜艇计划 IDS 原型舰于2019年5月开工，消息人士透露，装备筹划阶段已进入稳定期，船段组合作业将于今年9月开始，预计明年9月下水，最快甚至可望提前到6月。IDS 原型舰舰体压力壳的设计是深度参考海军舰龙级前舰，前舰采用类低型单双壳设计，前舰分6个船段，只有在中心舱段这个部分是属于正圆形彩单壳舰体设计。这个船段内区分为3层，最上层的指挥区，中层为设备区与下层电池区。在安放中心舱段放在工作台后，就以施工图进行这3分层的各项安装管线与预制设备空间打造。据指出，原型舰的推进、电力与控制系统的设备已陆续到位，内部所需设备与各项系统进行在装入之前，都要先进行测试与系统的整合外，更要再次的进行重量配置的精算。据指出，除了中心舱为正圆单壳外，其他5个船段都采双壳设计，因采类低型，每个船段外形流体幅度都不同，光是在双壳的外壳与内壳之间穿孔接点，以及2壳之间要安放的舱间，建造的复杂度颇高，所以安龙仪式后，各个船段陆续开动后，才是前舰建造工程进入高度警戒时期，同时也是考验建造团队技术的开始。知情人士指出，建造前舰就是一个复杂工艺，从设计到将细部设计转换为施工图，都要不断计算与修正，需要经过国外技术顾问的认证签字，才会定案成为施工图。但建造过程中还是会碰上无法预期的状况，这部分会采滚动式的修正，让建造工程顺利进行。另外， IDS 原型舰从设计到建造，除要先克服从各国采购各项所需设备来源外，建造中更是要各个团队群策群力来共同来完成。例如舰体压力壳部分，外界所知道要用的 HSRF80 合金钢材是由中钢特别为前舰打造，但是整个舰体内外会用到的钢材就多达10多种。前舰前端圆锥形的特殊钢材就与其他船段不同，要另外购置，要将不同钢材弯成不同船段舰体。这个特殊弯板技术除了机器设备外，技术指导更是重要，如果不知其中门道，经常会在弯板过程中发生钢板断裂情况。弯板技术过关，才能把不同钢材弯成各船段所需的舰体，这才能进入低温自动焊接设备与技术师组，将各船段焊接出来。IDS 原型舰总共7个船段，其中船身的6段都包括压力壳，运用台湾中钢自制的高强度钢材，目前6段压力壳都已经完成，正进行内部装备移装。IDS 尾舵采用斜向 X 型设计，不少人以此宣称与日本苍龙级相关。研发人士表示，现代前舰尾舵不是 X 字就是10字，彼此各有优点，船体外形更是大同小异，不可能光看船壳就断言与谁类似。IDS 排水量比舰龙级2660吨略小，和苍龙级4200吨有相当差距。新一代柴电前舰多半装有崛起推进系统 AIP， 可靠液态氧为助燃机运转。台湾造前舰并未引进，持续前航能力比舰龙级并无突破性进步。此外， IDS 原型舰没有消音网，但已设计未来加装的鱼翼，以减少噪音外泄与声呐回波。潜艇主要负责攻击舰艇、突围、掩护军队行动等，相当于海军的贴身保镖，重要程度不言而喻。随着科技的发展，潜艇虽然有天敌，但是只要将潜艇的噪音分贝降到90%，以人类现在的技术根本监测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潜艇的噪音上下功夫，以求提高潜艇隐蔽性。自潜艇问世以来，它就在大大小小的海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潜艇虽然是公认的战略性武器，但是到目前为止，能够自主制造潜艇的国家少之又少。台湾此次制造潜艇能否今年下水，目前有未可知。据多家国内外媒体报道，台湾自造的潜艇原型艇正在高雄市组装，原型艇的6个艇段压力壳已经完成。
舱盖、鱼雷管等部件也都抵达台湾。整艘潜艇所需的300余项装备合约，大部分采购合约都已签订，剩下20来项未签订的合约将在台湾内采购。按照计划，采购的各项零部件将在2023年全部抵达，并于同年9月全艇组装完成，然后同月进行下水仪式。预计首艇在2025年开始服役，另外还将建造7艘新建潜艇模型。据悉，该原型艇代号1168，长约70米，宽约8米，高约18米，水下排水量为2500到3000吨。其主要武器将装备18枚美制 Mk48 Mod 6AT 重型鱼雷和多枚捕鲸叉反舰导弹。按照台湾的说法，自造潜艇将是台军打造非对称武器的一部分，是杀手锏武器。当下，经过数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台湾的战力已经提升很多。台湾潜艇部队的现状，台湾正在打造一些非对称性武器来缓解压力，比如自造潜艇。有个现实的问题是，台湾建造现代化潜艇的能力还不够。台湾海军的装备大多都是外购，主力驱逐舰全是美国的，护卫舰要么外购，要么是基于美国的技术建造的，潜艇也全是外购的。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还要自造潜艇，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由自造潜艇变成了组装潜艇，潜艇的作战指挥系统、潜望镜、发动机、声呐以及导弹和鱼雷等几乎所有的关键部件都需要外购。即使勉强制造出潜艇外壳，再把东拼西凑的所有部件组装成完整的潜艇，自制潜艇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台湾不直接从其他国家购买潜艇，这样既省时又省钱，还能保证潜艇的性能？其实台湾一开始是想外购潜艇的，并雄心勃勃地制定了扩建潜艇部队的海神计划。但是台湾的外购之路处处碰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就想从德国购买2艘209型潜艇，但是遭到了德国霍瓦兹造船厂的拒绝。德国联邦政府更是下令禁止德国境内的造船厂向台湾出售潜艇及其建造潜艇所需的其他部件。法国也同样禁止国内的造船厂向台湾出售潜艇。台湾在1981年从荷兰订购了2艘海龙级潜艇，但当时因为荷兰经济不景气，卖给台湾。因台湾还想再从荷兰购买4艘潜艇，但荷兰经济已经回暖。这次荷兰直接拒绝了台湾的请求。当下台湾的潜艇部队仅有4艘潜艇，包括海狮号、海豹号、海龙号、海虎号。海狮号和海豹号是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从美国购买的2手探齿级潜艇，水下排水量2420吨。这2艘潜艇被誉为世界上现役最古老的潜艇，距今70多年，快80年了，是美国在2战时期建造的，还参加过2战。这2艘潜艇早已老化了，完全不具备战斗力，只能作为训练艇使用。早在2014年，台湾曾想对其进行翻修，并寻求美国的技术，但是美国对此无能为力，因为美国从没修过使用这么久的常规潜艇。目前这2艘潜艇极少出港，基本常年停泊在港口中。海龙号和海虎号服役也30多年了，这2艘是台湾从荷兰购买的改良旗鱼级潜艇，水下排水量2660吨，装备有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以携带28枚 AEGSUT 264线导鱼雷，射程11到27公里。该型鱼雷在马岛海战的时候表现不佳，实战命中率偏低。台湾自己演习的时候也经常出现鱼雷导线断开、攻击失灵的情况，甚至都打到自己舰艇上了。2020年，美国批准出售给台湾18枚 Mk48 重型鱼雷，不过这些鱼雷应该是供正在建造的新潜艇使用的。另外，在2013年，对这2艘潜艇开始升级，使它们能够发射 UGM-84L 鱼叉反舰导弹，射程125公里，可以攻击海上舰艇。美国卖给台湾32枚鱼叉导弹，使它们具备远程反舰能力。该型潜艇使用的是荷兰制造的作战系统，对海搜索雷达以及声呐系统等。全艇编制67人，包含8名军官和59名士兵，另外必要时还可以搭载13名见习生。台湾潜艇部队的战术运用，一切战术运用都要基于它的作战装备。台湾现役潜艇的大概情况上面已经写明了，唯一具备战斗力的是已经服役30多年的海龙号和海虎号，这2艘既可反舰又可反潜，在当年还是挺强的。
但是到现在就落后了。台湾军队在平时主要用这俩配合海空力量进行联合反潜训练和演习，战时也会用作反舰任务。在战术使用上，一是能够作为警戒哨使用，充分发挥其余级潜艇上面装备的 SIA-SS-Z 综合声纳系统。该系统与作战系统综合在一体化平台上，能够自动跟踪35个目标，可以对水下潜艇进行早期预警。在平时的时候，这俩除了参加各种训练和演习之外，就是在台湾岛周边海域进行巡逻和侦察，收集各种情报信息。二是执行反潜任务，潜艇上面装备的 Sinbad M 型作战系统能够处理和储存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在作战时能够同时跟踪8个目标，首先绘制出这8个目标的运动轨迹，然后可以选择其中3个最重要的目标进行精确跟踪，并可以同时对这3个目标进行锁定攻击。在执行反潜任务时，又可以分为攻势反潜和防御反潜。攻势反潜要深入对方的地盘，偷袭对方正在出入基地的潜艇或者正在活动执行任务的潜艇。防御反潜则是在自己的地盘或者为水面舰队提供反潜护航任务，在岛屿周边或者水面舰队附近防御前来进攻的对方潜艇。由于台湾仅有2艘具备战斗力的潜艇，因此以执行防御反潜任务为主，攻势反潜为辅。三是执行反舰任务，要么蹲在某处进行伏击，要么进行游击战，主要以偷袭2栖舰艇为主，依靠鱼叉反舰导弹的射程优势进行远程反舰作战，对我进行2栖登陆的舰艇和运输舰进行偷袭。台湾海峡本身水就浅，不利于潜艇隐蔽，只能东出进入太平洋，隐藏在深海沟中。不过由于这2艘潜艇太过老旧，这2艘潜艇基本不太可能主动出去作战，只能在岛屿周边执行早期预警。台湾对此也心知肚明。从2016年开始，台湾海军计划用5年的时间对这2艘潜艇的火控和声纳等系统进行升级，准备把这2艘攻击潜艇改装成侦察潜艇，主要用于情报收集。时至今日，不知道这2艘潜艇的改装进度如何。如果改装完成，那么台湾就没有攻击潜艇可用了，也就是说，台湾的潜艇部队基本没剩多少战力了。如果没有新潜艇的补充，台湾的潜艇部队基本上名存实亡了。台湾海军一直希望拥有10艘以上的现代化潜艇，并希望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成立潜艇舰队司令部。台湾希望未来的潜艇部队能够承担主要的作战任务是区域反潜、反登陆、纵深打击、布雷、情报收集和特种作战。当下，台湾计划建造的8艘潜艇就想执行这些任务。台湾海军首艘自造潜艇进度加快，可能要比原计划提前。根据台湾媒体报道，此前台湾高层突然要求加快首艘潜艇原型艇的建造工作，海军最新潜艇可能将在2024年服役，将比原计划提前1年左右的时间。早在上月16号，新型潜艇建造方台湾国际造船厂就开始为台湾第1艘自造潜艇举行铺设龙骨的仪式，由海军司令与造船厂董事共同主持。潜艇龙骨铺设仪式标志着第1个重要建造阶段的结束，其中包括对潜艇的压力测试。台湾自造潜艇的计划叫做海长计划，目的是为了更换台湾目前服役的4艘柴电潜艇舰队。这4艘潜艇中仅有2艘实际投入使用，于上世纪80年代在荷兰建造，其中2艘是非常陈旧用于训练的美国加比级潜艇，服役于2战时期。自造潜艇方案是2014年开始进行规划，在2014年底前进行公开招标选商。当时预计最快在2024年建成首艘，以3年时间设计来完成潜艇模型设计，而首艘原型潜艇估计要用5年建造，因此从模型设计到首舰建成约10年时间。最快2024年首艘原型舰下水，在进行1年战术测试后，2025年正式成军。2017年，台湾宣布启动自造潜艇舰队的发展计划，花费4000亿元新台币，至少8艘自造潜艇。整套设计方案将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研制。自造潜舰将会装备10到12类的战斗系统，潜舰上使用的光学潜望镜、通讯系统和声纳系统将会采用技术引进或合作的方式来解决。整个建造过程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负责。建造的首舰排水量在2500吨至3000吨，前舰的长度为70米，全宽8米。舰体结构将会采用 HSLA 80型钢体，
这种钢具备很高的耐腐蚀性和抗炸性，能够承受水下900公斤的净水压。同时，首舰将会使用 X 型尾舰，而帆罩则是采用国际上的潜艇外形。至于动力系统，官方表示原型艇将不采用攫气推进技术。至于要采用什么动力系统，这还是未知，最有可能是使用柴油引擎。而潜艇上的电力系统，台湾曾表示要用自制的锂电池，认为采用锂电池足以满足潜艇潜航时间的要求，同时也能大大解决对进口的依赖。2020年11月，第一艘原型艇开工，原计划第一艘潜艇下水的时间是2024年，服役时间则是2025年。而此次加快进度，仍是因为现役潜艇年限已久，海军急需新型潜艇补充替代。至于能否在2023年下水，目前犹未可知。据台湾联合新闻网7月18号报道，台湾自制潜艇原型艇据传2023年9月可完工下水。岛内知情官员表示，原型艇下水后将执行1年到1年半的细泊测试与出海海试，预定在2024年度编列约3000亿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案，进行第2至第8艘后续艇的生产。报道称，该知情官员表示，台自制潜艇原型舰6个艇段压力壳已完成，舱盖、鱼雷管等设备都已抵台，装备合约计300余项，大部分都已签订采购合约，另有20余项未签订采购合约者均属生活设备，将在岛内采购。据报道，关于台自制潜艇原型艇，该官员表示，2023年第1季度起，美方售台包括作战系统在内的设备将交运抵达，预计6月15号进行艇段组合，9月全艇组装完毕，在专用厂房进行外部涂装后，将举行下水典礼。目前已编组台海军256战队的65人执行后续1年到1年半的细泊测试与出海海试。报道称，该官员还表示，关于第2至第8艘后续艇特别预算，建议计划于2023年提出，2024年度进行审查，但原则是原型艇下水测试性能需达到要求。特别预算确切金额还要进一步讨论，至少约3000亿元。综合近期台湾方面释出的信息，台湾自造潜艇确实取得了一定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潜艇原型舰的6大压力壳船段已建造完成，且抗爆耐压测试过关；二是需要对外采购的系统装备以及运交台湾的日常安排都已经排除困难，并进入获得稳定期；三是鱼雷管获得国外技术转移后，已在台船潜艇装备园区内设厂生产；四是台湾海军256战队已派出40余位支持舰官兵进驻台船海昌厂区，全程参与潜艇制造过程，计划参加模拟测考，以取得潜艇合格签证，为接艇做准备。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初，即打算对外引进潜艇技术及相关系统设备，自主建造8艘常规潜艇，预计10年内实现首艇服役。蔡英文声称，其防务改革中有3个重要方向，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而潜艇国造就是重中之重。2017年3月21号，蔡英文在高雄左营潜艇基地宣示潜艇国造项目启动，并进入海虎潜艇观看模拟发射鱼雷过程。2019年5月9号，前往高雄台船主持潜舰国造厂区动土典礼。2020年11月24号，再赴台船厂房主持潜舰国造建造案开工典礼。如此3番5次参加自制潜艇的相关活动，体现了蔡英文对这一不对称装备发挥以武拒统作用寄予厚望。但是，台湾自造潜艇一开始就不被外界甚至台军方所看好，因为台湾根本不具备自主制造的技术和人才，只能走海外技转、台湾生产的路子。在开工典礼之前，原型舰筹建需向海外采购的81项主装备中，仅有34项未获输出许可。台潜艇专业人士认为，对外采购的零组件很可能是多方制造，甚至不乏军标、商标混用的产品，风险非常高。为推进这一项目，蔡英文当局制定了用钱搭桥补缺的思路。整个潜艇制造计划预算高达4000亿新台币，其中第1期预算为493亿元新台币。刨去79亿的造船厂预算，原型舰造价接近日本新一代潜艇大金号的2倍。台方通过各种渠道高价延揽日韩英等国的退休潜艇建造专家担任技术顾问，雇佣欧洲 GL 顾问公司提供潜艇制造的经验，还以商业模式向美洛马公司、雷神公司商洽购进战斗系统整合、数字式声纳等红区装备。
2018年4月7号，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院对台签发营销核准证，允许美国公司以商业销售模式为台湾潜艇制造提供相关敏感技术，这等同于给美国军工企业提供了一个与台湾直接谈判的授权书。2020年12月15号，美方通知台湾，台当局制造潜艇项目所需的关键装备数字声纳系统出口许可获批准，相关程序已完备。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对台潜艇技术出口许可的政策。从台方声称原型舰各式装备已进入获得稳定期，以及各项装备交来台的7成都在可控范围内来看，台方应与美国相关厂商应完成了签约，并获得美政府方面的认可。台湾自造潜艇2019年也已完成第1阶段设计，定下交付8艘新潜艇的目标，其设定的期程为2019年5月兴建厂房，2020年11月潜艇开工，2024年首艘原型舰下水，2025年交付成军。但蔡英文对时间安排并不满意，要求潜艇项目小组与台船等单位加快进度，将首艘潜艇的下水时间提前到2023年，并承诺将为第2至第8艘自产潜艇再次编列特别预算。最近，在台湾当局与美国情报圈发生了一件让他们直冒冷汗的事情。台湾多家媒体同时曝光了台当局制造潜艇案以及美国相关军售的细节。台军方情报部门认为，其中很多信息应严格保密，不应对外公布，但是现在却通过媒体渠道广而告之，很可能会令美方对台当局失去信心。美方情报部门也同样高度紧张，事件发生后，立刻通过多种渠道与台方进行确认和沟通，要求台军方必须立刻查出那个泄密的安全官员。由于这件事非同小可，而且内情十分复杂，被台媒称为现实版的碟中谍。这件事的起因要从1个月前说起。当天，韩国媒体爆料称，台当局自造潜艇未能按照计划进度，在6月完成船段组合。韩国方面认为，由于台方面对韩国专家不够尊重，导致韩方技术人员全部撤离，台自造潜艇计划陷入困境。这个消息直接引发2个重大的麻烦。首先，坐实了韩国方面参与台军事计划的事实，韩方因此要做出解释和说明。其次，韩国向台方提供的潜艇技术以及方案都来自德国，而按照协议，未经德国政府批准，韩方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潜艇建造方面的帮助，因此韩国可能要向德国支付天价违约金。然而，这仅仅是麻烦的开始。1个月之后，多家台媒同时披露了台潜艇建造最新进度与美台军售详情。让台情报部门感到震惊的是，其中很多细节连他们自己都未曾掌握，而媒体却知道得一清二楚，甚至还报道出来。另外一方面，让美方感到非常愤怒的是，在这些报道中直接点出美对台军售的厂商的名称、装备名称以及美对台军售的具体作业程序，这等于是把应该暗箱操作的事情突然全部放在桌面上，让所有人都看到。有网友对此评论称，这难道是隐蔽战线上的勇士在汇报情况吗？如此明目张胆，是不是太冒险了一些？根据台军方情报部门目前掌握的情况显示，所有信息的源头都指向一名级别较高的安全官员。在事发之前，他邀请了很多媒体记者聚餐，谈了很长时间，然后就出现了台自造潜艇案被曝光的事情。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做法不太可能是隐蔽战线上的举动，不但风险过大，而且所爆料的事情也没有太大的军事价值。台湾海军计划跟进制造8艘新潜艇，加上2艘性能提升后的剑龙级，妄图一举对解放军海军形成有效反制能力，削弱大陆的制海权。据估测，台自造潜艇有望部署在本岛西南和东北水域，主要有4项战时任务：执行海上护航与开辟安全航道，维护台湾海上交通线安全，袭扰大陆海上石油运输线和破坏大陆战略设施，以伏击、布雷与特工作战等手段攻击解放军的港口基地，联合盟友执行海上联合截击，攻击解放军登陆船团，削弱解放军在台湾海上投送能力。民进党当局的设想很宏大，但以台自造潜艇无自主技术、军民零件混用、红区装备控制在美国手里等先天缺陷来看，不仅其形成战斗力日程存疑，且很有可能成为台军发生事故的一个新爆点。近期，台湾当局安全部门有关官员及秘密曝光，台湾自造潜艇存在5大弊端：一是有的装备和设备迟迟到不了位；
2是潜艇细部设计图未敲定，3是测试7成高度压缩，4是性能仅领先荷兰剑龙级潜艇8到10年，也就是1990年代的水准。5是噪音过大，包括绝气系统或锂电池、消音瓦、拖曳式声呐等现代潜艇必备的装备通通都没有。由于政治变数和腐败分赃等问题，台自造潜艇可能还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隐患。IDS 原型舰总共7个船段，其中船身的6段都包括压力壳，运用台湾中钢自制的高强度钢材，目前6段压力壳都已经完成，正进行内部装备乙装。IDS 尾舵采用斜向 X 型设计，不少人以此宣称与日本苍龙级相关。研发人士表示，现代潜舰尾舵不是 X 字就是10字，彼此各有优点，船体外形更是大同小异，不可能光看船壳就断言与谁类似。IDS 排水量比剑龙级略小，和苍龙级有相当差距。新一代缠电潜舰多半装有绝气推进系统，可靠液态氧为助燃剂运转。台湾造潜舰并未引进，持续潜航能力比剑龙级并无突破性进步。此外， IDS 原型舰没有消音瓦，但已设计未来加装的余域，以减少噪音外泄与声呐回波。据报道，台海军256战队编制除了4艘现役舰，还另编有1组支援舰，从正副舰长以下，每个职务都有后援人力，配合 IDS 建造。台海军比照前例，将支援舰部分人员送到台船建学，让他们了解构造。近日，据韩国媒体报道，驻韩美军特遣队副司令斯科特·普勒斯表示，美国已经计划派遣巡航导弹核潜艇进驻韩国。而就在几天前，美军密歇根号核潜艇停靠了位于釜山的一处海军基地。不出意外的话，美军副司令所说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就是密歇根号了。然而与许多人的预期不同，这艘密歇根号核潜艇虽然隶属于俄亥俄级，但只是一艘巡航导弹核潜艇，而不是威慑力更强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在冷战时期，美国共建造了18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就24个导弹发射筒，满载排水量达到了2万吨，可搭载最多12个分导式弹头的3叉戟潜射导弹。每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可发射1轮导弹，最多可攻击288个目标， TNT 当量为1亿吨。后来，由于核裁军以及需要提高常规对陆打击能力，美国将这款核潜艇的前4艘改造为巡航导弹核潜艇，这包括密歇根号，它是俄亥俄级的第2艘舰艇。尽管在战略威慑力方面，密歇根号远不及同级的后14艘战略核潜艇那么强大，但它的作战力也不容小觑。那么它的性能到底有多强呢？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强的常规武器核潜艇，它共搭载了156枚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达2500公里。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这意味着它可以同时高精度打击156个目标。2500公里的射程意味着其打击范围可以覆盖整个中国的华北地区。另外，艇上还装备有24个大型导弹发射筒，可以装载24枚射程超过1万公里的3叉戟核导弹。作为对比，台湾海军现役剑龙级潜艇配置6管533厘米口径鱼雷管，可分别发射重型鱼雷或是潜射的鱼叉导弹，连同鱼雷主导弹在内，总携行量为28枚。光是在携带数量上就已经比不过对方，更别一旦发生对拼会怎么样。就连中国最强的094核潜艇也仅能搭载12枚巨浪3型导弹，共120颗核弹头。之所以会有如此大差距，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导弹核潜艇更大，另一方面3叉戟核导弹性能极为优异，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威力最强、可靠性最高的潜射洲际导弹。后来美国人觉得18艘俄亥俄核潜艇全部用来装3叉戟导弹有些富裕了，于是便将其中4艘改为装载巡航导弹。这类改装也很简单，就是将其中22个巨大的3叉戟导弹发射筒模块化，安装7枚战斧巡航导弹，全舰配备156枚。至于剩下的2个导弹发射筒，则被改为方便特种部队进出的特殊容器。改装后的俄亥俄级因此成为了正宗的武库舰，其156枚战斧巡航导弹的载弹量也远远超出其他任何舰艇。而密歇根号最可怕的还远不止它舰上的156枚战斧导弹，而是其本身。俄亥俄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具备强大的隐藏和生存能力。一般水面舰艇要向发射巡航导弹攻击，就必然暴露自身位置，很有可能会招致对方袭击。但核潜艇则不一样，它可以在对手意想不到的海域发起突然袭击，并在发射完导弹后迅速潜入深海隐藏。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美军可以只靠密歇根号一艘核潜艇发起一场中型战争的前期精确化打击任务。要知道，
俄军在俄乌冲突第一天发射的远程导弹也才100枚多点。当然了，美军密歇根号核潜艇主要目标是奔着威慑朝鲜去的，但是这样一件大杀器公开部署到我们周边，对我们的压力同样增加不少。尽管我们近海除了南海外都是浅水区，并不适合大型核潜艇活动，但战斧巡航导弹超过2000公里的射程，却完全可以使密歇根号在深海区发射。就技术上来说，要想一次性拦截156枚远程巡航导弹，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我们放到后面来说，我们先来普及一下。现在的核潜艇有几种，它们各自的功能都是什么？首先，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核潜艇。简单来说，攻击型核潜艇是用来打海战的，战略核潜艇是用来进行核打击的。战略核潜艇是一个核大国三位一体核打击中的海基部分。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谓的核潜艇中的核是指动力为核动力，而不是携带核弹头。先说下攻击型核潜艇吧。所谓攻击型核潜艇是随舰队或者单独执行水下搜索、监视、对潜战斗、对舰战斗等任务，主要武器为鱼雷和反舰、反潜导弹。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用来进行海上作战的，这就是攻击型核潜艇的本质工作，其整体吨位大概在4000到1万吨之间。近些年来，攻击型核潜艇呈现任务多样化，除了具备原先的海上任务之外，还增加了专用垂直发射装置，可以携带战术巡航导弹的能力，可以发起对地攻击，也有具备特种作战能力的攻击型核潜艇，可携带特种作战舱以及遥控载具执行近海渗透任务，比如美国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狼级攻击型核潜艇、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俄罗斯885北德文斯克级、英国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法国索伊级攻击型核潜艇等等。总的来说，攻击型核潜艇的任务范围就是执行战术任务，比如监视侦察、海战、对地攻击、渗透等任务。其次就是战略核潜艇，光看名字就知道它是执行战略任务。这个所谓战略任务也很简单，战略核打击，它的主要武器为潜射弹道导弹，而且每艘战略核潜艇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尽量多的携带数量更多的、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以提高核打击能力。鱼雷和导弹也会携带一些，但是并不作为其主要任务，只是出于自卫。战略核潜艇会有战备值班，长期在某个地区水下潜伏实施隐蔽，目的就是在核战开始后提高生存能力，达成核反击的突然性。战略导弹核潜艇因为携带体积巨大的弹道导弹，所以整体尺寸比攻击型核潜艇要大。主流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吨位都达到1万吨以上。典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有美国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美国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俄罗斯941型台风级战略核潜艇、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中国094型战略核潜艇、英国前卫级战略核潜艇、法国凯旋级战略核潜艇。最后就是巡航导弹核潜艇，这个单独拿出来说，我并没有把巡航导弹核潜艇归为单独一类。其实巡航导弹核潜艇是指以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武器的潜艇，目前只存在于美国和俄罗斯海军。这种核潜艇在美俄海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美国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中携带的是战斧对地攻击导弹，每艘可以携带154枚，它的作用适用于对地战术攻击任务，是俄亥俄级前4艘改造而来。但是苏俄海军则不同，巡航导弹核潜艇是一种专门用于对舰攻击的核潜艇，它主要使用强大的 P500 700重型反舰导弹，在远距离上对对方舰队实施攻击，这与美国海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也基本归于攻击型核潜艇的行列，还是以战术攻击为主，不执行战略核反击任务。典型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美国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949型奥斯卡级巡航导弹核潜艇，而当年爆炸的库尔斯克号就是奥斯卡级。最后就是针对这次事件而产生的问题，韩国请美国核潜艇来威慑朝鲜，为什么中国不得不防？这其实跟萨德防空系统在韩国部署是一个道理，明面上或者事实上都是针对别人的，但这些东西放中国家门口，假如有一天美国要针对中国了，那也只是转念之间的事。居安思危，只要是对手将能威胁到我们的武器部署到我们附近，我们就必须反对并为之做最坏准备，不要对对手心存幻想，他们必然不会放弃遏制中国崛起，未来还会有更多先进强大的武器出现在我们周围，光想着防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办法突破出去，最好的手段不是向对手证明自己不怕，而是让对手害怕。好了，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